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星。阿星现在在山西的太原。那来到山西呢，少不了吃面。山西啊，面真是五花八门，太多了。那最有名的大家都知道是刀削面，但其实呢，除了刀削面，还有很多。就太原来讲，比如说饸饹面，比如说猫耳朵，还有擦蝌蚪，还有呢手擀面，还有剔尖儿啊，等等等等，太多了啊，数不胜数。据说啊，有200多种。今天这期视频呢，咱就少吃点，就吃100种，开个玩笑，就吃1种就行了。啥呢？很有代表性的，代表太原的一个面，苏格兰不是啊，太原打卤面，来尝尝。大米早餐，鸡肉管包，饸饹肉丝面，10元管饱。手擀面，打卤面。咱要吃的这家面呢，在这儿，二子打卤面，然后还能做外头。这条街呢叫吃饭街，名字起的真好，吃饭街。你看来这儿就吃饭。打卤面，打卤面，只卖打卤面是吧？合着就打卤面啊，大碗10块。对，哎呀，真便宜哦，大碗10块，给我来一个大碗的。好嘞，好嘞。然后豆干、鸡蛋、丸子都来一点。好嘞，好嘞，做吧，家里面也能做，外面也能做哈。我坐外头。坐外面呀。好嘞。来，倒出来的呢？大蒜这儿，往里面。对吧？也挺好，也对，对，啥都有了哈。你看准备。在里头这两个外头那个瓦吧，自己瓦吧哈。支付宝到账9元。来，刚好，小心烫哈。来，你再加鸡蛋豆干是吧？还是丸子鸡蛋？丸子鸡蛋。丸子鸡蛋，好嘞。来，刚好啊，小心烫啊。来，麻烦端一下，小心烫啊。小心烫啊！等一下，我给你拿鸡蛋那个去。来，你的小端好啊。好嘞，一个大碗哈。好长时间没来了哈。哎呀，再给你带走，免费小菜在里头了，挪到地方了。来，你继续自己挖去吧哈。有小塑料袋没有？有，就到那个墙上挂的了哈。哦，好嘞。一锅卤子，它这个面呢是手擀面。有没有大菜呢？大蒜有呀，免费的小菜在那里面放着了哈。这一锅呢还有一锅，哎呀，饭点人真多呀！10块钱一碗的打卤面，还有免费小菜，虽然不是很丰盛，架不住人家是免费的。哎，还有这个腊八蒜，这个好，吃面吃点蒜，芹菜、菠菜。行了，打这点行了是吧？给人家留点这利润空间啊。小，往上这儿是一大一小。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踩住你的脚了哈，不好意思。这是面汤是吧？哦，来个面汤。去羊群。
苏格兰大卤面。你看它这个面啊，你看非常的稠，为啥呢？就是勾了芡，所以吃这个面千万不能在里头乱搅。当然了，你想搅也没人拦着你，是不是？但是最老式的吃法啊，就是不能搅。为啥不能搅呢？就是因为你过分的搅动以后，你吃到一半的时候，它就成了汤了，成了汤面了，就没有这种卤子的浓稠感。所以只要把底下挑一挑，轻轻搅动一下，别让面坨住就行了。看这个卤子啊，韭菜，然后这个是腐竹，还有木耳，还有香菇，还有很多肉片儿，是猪肉片儿、五花肉，有的呢还会放一些什么黄花菜啊啥的。哦，但是啊，都有这个小虾米呢，虾干啊，它就是提鲜的。哎，这是啥？哦，一大块豆腐，这配料不少啊。哇，这个味道像啥啊？一口下去就跟陕西这个农村过红白喜事的时候吃的那个臊子面差不多，好吃好吃。但是这个打卤面呢，在山西当地啊，也是红白喜事的时候，尤其是结婚，这早上这新人还有这亲戚朋友啊，都得来碗这个。但吃这个面啊，有点不雅观，因为它很浓稠啊，吸的时候这声音太大。来块豆腐，看这个卤子啊，黏黏稠稠的，很鲜很咸，酱香味的。单独喝点这个卤子，哇，确实是不错。汉的这种小店儿，便宜实惠。山西人吃面啊，对这个面条是相当的有讲究，尤其这个打卤面，最好的就是手擀面，要么就是拉面，反正呢必须要筋道，吃起来才有感觉。加点这个醋啊，来到山西吃面少不了醋，老陈醋来一点儿，再来一点这个油泼的辣子，这才是完全体啊！哎呀，这一看就好吃。这儿的人吃饭，我看每一碗都是红突突的，必须调得很红，加了辣子才香。这个辣椒不仅香还辣，过瘾。还加了一份这个肉臊子，肉不够啊，来点儿。哎呀，棒！吃面不吃蒜，味道减一半啊，尝这个腊八蒜。肉好香。哦，这里头有黄花菜，我还以为没有呢。我看这周围师傅吃面啊，都是2碗，好家伙，真是厉害！再把这些配菜加进去，2个丸子，1个鸡蛋。哇，这豆干好大呀！哎呦！泡点这个卤汤，这种面就是我最爱吃的面，有味儿。够味儿。你看哪个桌子上有？马上就好哈。这个打卤面呢很有名啊，大家都听过。但是啊，你要放眼全国的话，其实很少有人吃过这个面。为啥呢？就因为它主要聚集在华北地区啊，只有这些省份的人啊才能品尝这碗面。像阿星在陕西，这离得够近的吧？离山西啊，从小到大没吃过几回啊，这是第一次啊，把这个面就吃过瘾。所以说为啥不能乱搅呢？你看这个卤汁啊，现在就有点泄了，有点像汤了。加油！
哎，我现在知道为啥这么多师傅一次吃2碗，就是好吃。阿星也不能败了下风，是不是？来一碗。还有这个面为啥好吃？离不开这个山西老陈醋。这碗咱就多淋一点，这个醋啊真香。山西老陈醋，谁说这碗面是摄像的？你瞎说啥实话是不是？这碗打卤面我就吃完了，味道真的很不错。另外我讲一句啊，来到山西这么久了，老说什么晋商文化，结果呢，这个晋商文化在这个小面馆里头给体现出来了。这个面馆的老板娘做生意也太活到了啊，非常会说话。那来了这么多顾客，感觉每一个人啊，他都能说上几句，而且呢很热情。你看10块钱一碗面啊，面不够了还能加，哎呀。薄利多销，活到，这才叫晋商文化，这才叫做生意。刚才咱给这面里加了很多老陈醋，来到山西呢，不得不提醋。看我身后，东湖醋园，这个东湖呢也是一个醋的品牌，咱去逛一逛。一进来呢是华夏第一醋，哎呀，这个味儿好浓啊！哎呀，这味儿。啥叫山西老陈醋呢？陈了才叫老陈醋。你看，就搁这放着。一般要做醋，做好以后就直接可以吃了，人家就在这放。陈年，这个我看是8年老陈醋，哇，好香啊！哦，那还有那种缸子，这几个缸厉害啊！这是50年代的醋缸。哎呀，你看这个醋啊，都成了酱了，感觉水分都蒸发了。这何止是酱，我感觉都是硬的。这醋啊是越陈越值钱，和酒一样。陈酒陈醋，查看着，细细观察着醋液的色彩，深深地吸闻着那阵阵醋香。熏蒸法的发明，再加上下浮晒冬捞冰隔年陈酿工艺，这一进来呢，跟阿星小时候当小学生的时候，这个夏令营组织活动，醋文化的放映厅，进去给你放影片，就醋的历史文化啊，咱就不用看了，咱直接进去。东湖中国名牌，看这个醋葫芦，这以前的这种醋葫芦，现在是很少见，就没有了。据说以前啊，山西这古代打仗的时候，这些士兵啊，人手一个随身携带。为啥要带这个醋葫芦呢？就是喝一口这个醋，提神醒脑，容光焕发啊，这打仗更有劲儿啊。然后打赢了呢，就喝醋是庆祝啊；打输了呢，打输了就不用庆祝了，也不用喝醋了。但是我上缴武器，我投降，对吧？你不能缴我这个醋葫芦，视醋葫芦如命。哦，这个陶罐很精美啊，这是清徐县出土的。这个清徐县的做醋也厉害，这以前是盛醋的陶罐。哎呀，这有历史的东西啊，看着就是好看，虽然脏脏破破的。各种各样盛醋的容器，你家是用啥盛醋的啊？现在那肯定是成品醋，一瓶一瓶的。那以前的时候呢，都是打醋，这家家户户都有个醋缸、醋瓶，各种都不一样。你就看这有多少种。这个醋园呢，你越往里头走啊，这个醋味越浓。我看这个帘子里头有很多缸，应该就是他们做醋的地方。进来看。哦，这就是各种料，拿这个粮食做醋。哇，这味儿也太浓了。哎呀，不行，哎呀。一点不夸张啊，顶你的天灵盖！我说这是啥味儿啊？哎呀，这个太浓，就是把这个醋放到鼻子上面，然后再乘以100倍，里头还是热的，知道吗？它可能为了这个温度，一进去呼一下，一股热气，那种醋味儿顶你，有一种啥感觉啊？就那种热硫酸顶你这鼻孔这个味儿。哎呀，我得捏着鼻子进。这全部都是醋缸，站这儿看一下。哇，这么多醋缸！啊！哎呀！啊，熏的眼泪都出来了啊！顶不住，赶紧呼吸新鲜空气。哦，还有这儿，老醋熏蒸。温度特别高。哎呀，顶不住了！
这儿还有酒精发酵，为啥叫酒精发酵呢？因为做醋和做酒是一个道理。哎，这儿味儿淡多了，这儿可能通风更好一点。哦，这些应该都是做好了的，封起来了。哇，进来看看，全是大醋缸。哎，看这儿有个牌子，这叫什么坊？你看你不认识了吧？这叫刘坊。哎，开个玩笑啊。这不做点攻略是敢往这儿站啊？敢给你介绍啊？这叫西坊。这个西是啥意思呢？就是古代把这个醋呢就叫西。古代做醋的人呢就叫西人。这儿写着明洪武元年，美和居西坊始创熏蒸法。这个美和居是啥呢？就是这个东湖醋的前身，就叫美和居。山西人有一个外号叫做老心儿。这个老心儿啥意思呢？很多人啊就以为是因为山西嘛有这个西，所以叫老心儿。其实啊不对。你像这陕西呢，它也有个西，那为啥陕西人他不叫老心呢？这个心啊，就指的是这个意思，就是醋。这门镇的人呢，太爱喝醋了。你看古代这个宰相寇准叫寇老心儿，然后这个大军阀呢，阎锡山叫阎老心儿，还有咱看这个武打片哈，这个白眉大侠叫白眉老心儿，你看都有这个心儿。这个心儿呢，可以说也是个爱称，也是个戏称，这更深层的含义了啊。这个爱称呢，就是讲这山西商人，这晋商嘛，大家都知道，很会做生意，很精明，所以叫老心儿。戏称是啥呢？太会做生意，这太抠门了。山西9毛9啊，也叫老心儿。尝一个完了哈子，这是啥？你不尝就不尝了嘛。醋花生。哎，他就让你尝尝这个口感，免费品尝。啊，就是让你品尝品尝，买点啥来。品尝完也是广告这种的哈。好吃就买点儿。哦，醋豆。醋泡花生、醋泡黑豆，这个是醋泡啥的？真是酸。黑豆、黄豆，花生米。那酸是黄豆。跟泡菜一样。泡菜。有点像泡菜。真的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来过，啥的就是那个泡菜头一回进来。好吃好吃。酸酸的。扫码是吧？这冰淇淋也是醋的是吧？对，老醋。哦，醋做的冰淇淋。哦，一个多少钱6块。 6块是吧？行，给我来上一个。你扫一下。这不咱们看一下。这颜色都跟醋一样，不知道还以为是巧克力的。好，谢谢。尝尝这个醋味冰淇淋，长这么大第一次吃的醋味冰淇淋。哎，刚不是要了一个吗？怎么给我俩？哎，被摄像骂了一顿。摄像说我也要吃啊，又买了一个，尝尝啊。哇，确实是挺酸啊，但是酸酸甜甜，感觉有点像酸奶，还是不错的。你不说是醋啊，我就以为可能是什么山楂啊啥的。这两个颜色好像不太一样，我再尝尝摄像这个啊。不过味儿是一样的。真跟小孩逛夏令营似的啊，还给发个冰激凌。夏天来了啊，酸。来给我27壶啊！对，27壶。给我来上啊！苏打水是啥口味的？名人的还是啥的？大的、小的？大的那个是有味儿的，有什么柠檬味儿的、这味儿的、没有味儿的，就是普通的苏打水原味儿的。对，不好。我这要去把我给回来。咱这有时间的兔子。
来3个10，83元。好吗？哎，一个空瓶子洗干净了，来干嘛呢？来打醋。这个山西当地人呢，好打这种散装醋。咱都说打酱油，打酱油，来到这儿呢，咱得打醋。这一下让我想到阿星小的时候，我妈正炒菜呢，突然没醋了，就会跟我说：“哎，你去买醋去。”我也忙，我小时候忙得很，天天看动画片，是不是？忙着看动画片，我就不想去。我妈说：“多给你1块钱，回来买个冰棍吃。”一听这1块钱啊，这天下着大雪，我都得吃这个冰棍。宁化王府一元庆，这也是当地一个老品牌啊，很受喜欢的。说到宁化王府呢，咱就要提到宁化王。宁化王是谁呢？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孙子，叫朱继焕啊。他府上做醋做得好。以前呢是仅供朝廷，后来呢明代结束，到了清朝。清朝的时候呢，这里头的这些工匠出来就开了一个醋厂，叫1元庆，就1块钱那个1元，意思啥啊？就是便宜实惠，叫1元庆。后来呢改成这个叫1元庆。咱也拿个小瓶子来打打，不知道给不给打，我看人家都是拿那种大桶。1元庆，打醋在此排队。看人家这醋都这么大，3块9一斤，这3瓶能吃多久？这民称嘛，带回老家了。啊，带回老家，带回老家。对。师傅，你这一桶能吃多长时间？只要有10斤。我说你能吃多长时间？半年有。哦，半年。我这个能打了，能打。来盖子，它热的。热的。现金还是手机？320。吃半年。半年。我这一瓶不知道多少。 7块钱。7块钱。哎呀，这醋是热的，还有热醋。我第一次看见这种热的醋，跟暖手宝似的。给大家讲一下，我这个呢，东方树叶啊是大版本的，可不是小版本的。我这个人高马大的手大啊，以为是小瓶子，其实呢是7块钱。7块钱的话应该是2斤啊，不到2斤。尝尝热醋，哎呦，酸，太酸了。哎呦，啊，酸香酸香的，哎呀，啊，哎呀，太酸了，哎呀，好醋！您平时也喝这个醋吗？好醋，很到位，很到位。哎呀，酸死了！好家伙，我还想着刚才一个大叔啊打了一大桶，我还想这地方人能吃醋是吧？可能是吃1个月或者半个月，人家说半年。 我还高估了这么一大桶，所以说呢，大家来到山西旅行啊，看一看地上的古迹，尝一尝碗里的面条，最好再来上一口瓶里的老醋，哎，这时候你离成为一个山西的老心儿就不远了。好，那就这样。